沒有到不了的遠方，也沒有去不了的小巷，特別適合今天這輛車小鵬 G7，全球續航最長 SUV， 綜合續航來到了1704公里，純電續航430公里。但是它想解決的不是你究竟能開多遠，而是你願不願意開着它一直往前走。G7的外觀，它第一眼不是张揚，而是很穩。貫穿式的前燈，再配上家族式的前臉，整個線條是很乾淨的，而且比例也比較克制。前面的进气格栅呢，它一邊是更好的去降低我们风阻，而且也兼顧散熱，更好的去服務續航。所以说，整體前臉的造型，這一看就是小鵬家族。比例我們簡單帶一下，車長接近5米，軸距接近2.9米。這個比例，它不是說我會為了刻意去顯大，而是為了去顯得更加穩。所以說，你一看 G7，不管是它停在小区裡、商场停车场，還是咱們在街邊見到它，就感覺它的定位是家庭的中大型 SUV。所以說，它就是很符合大家现在一個主流審美，就是能在你生活裡待得很久，那種很耐看的感覺。一款服務於家庭的中大型 SUV， 後備箱的空間当然不容小覷。今天也是被我們裝得滿滿當當的哈。它的這個後備箱儲物空間能有774升，放倒以後能有2237升，所以不管你是家庭出遊、朋友出游、去露營、去自駕遊，這個空間沒有任何問題。座椅是比較偏云感舒適類的，就是支撐性比較好。剛才我從深圳，然後我们開到這個營地這邊，大概是要2個多小時的時間。但是我開這輛車，我感覺它給我的腰部，然後支撐的比較好，包括說它的副駕有一個一鍵零重力的模式，前後排的坐姿都是比較自然和宽敞的。當然，就是家庭型的這種中大型 SUV，它不會說是讓你坐的整個人很局促。所以這輛車，我覺得它的這個尺寸拿捏的還是比較好。然後整個車它的設計就比較乾淨，這邊是一個方向盤，這邊是一個主駕平梁，2個無線電，還有2個杯架，這邊一個扶手箱，然後出來這邊有一個大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全車總共有38處储物空間，所以說你每樣東西它都有可以放到的地方，這樣子咱們就是車裡邊開的也不會亂，而且可以拿起来也比較合身。2排的一個乘坐空间来給大家看一下哈，我头部的余量是比較大的，但是這個腿吧，我覺得就是沒有昨天拍的 P7 加那麼大，因為 P7 加是前後乘坐空間都將近有1米，但是這個就是大概我1、2、3個拳頭距離。我想說的是，這個小桌板，我昨天有拍 P7 加的時候講，它那個小桌板是純平的，覺得它應該設計一個這種，比如說一個凹槽或者是個杯架，這樣我們放一些手機。結果今天在 G7 的上面就看到了，這邊有一個支撐架，我們可以把手機放上去，可以把平板放上去，這樣子不管我們是辦公還是娛樂都比較方便一些。這個小設計還比較好。然後整個桌板也是比較大的，然後這邊的扶手架上它有一個无線的超充，包括後排它给你配了一個8英寸的屏，然後你在後面比如說我們操作一些空調呀、座椅的調節上的一個包括可以配置1音量一下。然後當时我就感覺坐的稍微有點局促，但是我沒有調節它這個椅背，它這個椅背支持電動調節，然後仰角還是蠻大的，這樣坐起來就比剛才這樣坐要舒服。现在我們進入到的是動態試駕的部分，我覺得最核心就是小鵬這套的一個無感增程系統。首先，這套系統它會讓你在大部分的時間開起來都像是一個純電車，以及 G7 大家都知道，目前全球續航最長的一輛 SUV， 綜合續航來到了1704公里，這個數字真的很驚人。然後純電續航也是430公里，所以說我覺得如果你是經常對續航焦慮的朋友，開這輛車完全不用焦慮這件事情。以及之前我開一些增程車，大家知道增程車最大的一個 bug， 當它那個增程器啟停的時候，它可能介入增程器一旦介入，然後車整個可能會有一些噪音，
會感覺車有些嗡嗡作響。但是小鹏這套 AI 的增程逻輯，它是屬于什麼樣的呢？你不知道這個增程器什麼時候就開始，什麼時候停止，它是一套 AI 系統，所以說你大部分的時間你都會覺得你自己像在開一輛純電車。再加上它的這個電池是55.8度，還有60升的大油箱，包括說它的這個是800伏的高壓平台，還有5C 超充，所以說它帶來的就是它的補能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從10%到80%，它只需要12分鐘的時間，然後最高補航是314公里，包括說它的這個車是可以加92號汽油的。我覺得這對很多家庭來說，其實不管你是有續航焦慮還是補能焦慮，包括說我們這個用油的這種就是價格的焦慮，其實这辆車我覺得性價比還是蠻高的。其實今天駕駛這輛 G7和昨天 P7 加還蠻像的，他們倆開上去都是比較的安靜和穩。那安靜就是無感增程，穩就是它的這個底盤系統。然後這輛車和 P7 加用的是一樣的，都是前雙叉臂加後5連桿，包括還有 CDC 的一個智能減震，再加上他們的一個 AI 太極底盤。所以我們在一些接縫路，包括剛才城區的一些減速帶，有一些那種小石子的路上，這個車它整體就是它會提前預判，當可能你還沒有感受到它已經動作給你收乾淨了，而且它給你的那種減震的感覺不是說是很硬的，反而是比较自然的。G7和昨天的 P7 加一樣的，他們兩個可能後來都要搭載我們的一個第2代的 VLA 大模型，然後通過 OTA 然後上車。這套的一個就是智駕系統，它會讓你感覺到它不是激進的風格，而是比較穩的。像剛才我們在城區一些變道，包括掉頭或者是一些跟車然後加車，它其實處理的，我個人感覺還是比較流暢的。包括說這輛車它也是3顆图灵芯片，所以說它的最高算力可以達到2250 TOPS。然後整體它的這個車的感應還是比較流暢的，比如說我們的一些語音交互，讓它導航呀、開空調呀、放音樂呀。哦，對，說到放音樂，來給大家感受一下我們這個 G7的一個音響哈。其實有一點點一般，因為我覺得。就昨天我開 P7 加的時候，我也會有這種感覺。我覺得他們的音響可以再做的有點，就是怎麼說呢？我覺得應該再帶感一些，因為他們兩個現在就是我昨天在那輛車和這輛車，我都放了點，比如說有點正感的音樂。但是你開着車，其實你是沒有很帶感的。所以說，我覺得這個音響方面還是未來可以去努力的一個方向。所以回到剛開始我們說的那句話，就是這輛車它想解決的不是說它到底能跑多遠，當然這也是它的一個非常大的優點。它想解決是把你無焦慮這件事兒落實到你用車的每一處。所以你在找一台又好開、能跑遠、自己開着舒心、家人坐着舒服的 SUV， 其實我覺得小鹏 G7它是一個還挺成熟的選擇。